愿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。这位先生气宇轩昂，绝非凡人，只怕看不上我这些小玩意儿。有的东西轻如鸿毛，却重如泰山。一个人的真心，又岂是金钱衡量的？先生所言极是。我老婆过生日，正缺一件礼物，不知道这种行不行？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先生，您好眼光呀！这怎么卖啊？先生若是喜欢，看着给就行，全当交个朋友。你倒是很会投资啊！怎么，没带钱？我赵欣然的男人不必万人之上，却一定要让我称心如意。这个挂坠我很喜欢，100万我买了。摊上东西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要买我看中的？以区100万换取一个人的真心，难道不值得吗？但是你来晚了，可惜我名花有主。是吗？缘分这个东西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都不会缺席。对了，我叫张欣然，当真不好好考虑一下吗？哦，我看上你了，好心提醒一下你，小心身后的麻烦哦。这里被李少包了，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！哎，李少卿，滚出去！你能听明白吗？神王的奉禅之地，管理变得这么松散了，居然有人敢在这儿摆摊儿！这个吊坠我先拿走，一会儿我让人把钱送来。好。老子让你滚，能不能听明白？滚！我问你听不听得懂？神王封禅之地，岂容你造次？你敢打李少？你想找死？闹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你他妈敢动我！知道我爸是谁吗？妈，你妈没告诉我你爸是谁？爸是李刚，南疆节度使雕爷钦点的地下魁首。今天我爸在这里见雕爷，你敢动老子，我要你的狗命，你信不信？好，我就站在这儿，看他什么时候要我的命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放开我儿子！爸来了，不想死，赶紧把我放了啊！好啊，我放。算你小子识相啊！我放开了。李少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好小子，你在挑衅我！熊孩子不听话，我替你管教管教。说得好！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狗杂碎！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自断双手，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成！段山雕亲自选的地下魁首，就是这样替他办事的。你还真是给他长脸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敢直呼雕爷名字？爸，快弄死他！横压南疆40余年，代言世界第一财团的雕爷，你都不放在眼里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万人之上的神王店主吗？我的身份，你不配知道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你是怎么死的。来人，把这个杂碎给我剁碎了喂狗。这儿1分钟，我让段山雕亲自来给我道歉。狂妄之极呀！我今天就看看你是怎么让雕爷1分钟之内赶到这儿的。段山雕，哎，主任，什么事儿？1分钟之内来风扇台见，否则南疆段家灭族。啊？段节度使，什么情况？
出大事了，马上出发！哎呀，你这演技真是牛逼呀！雕爷巡视南疆，连我想谋面都很难呐。你1分钟就可以让他到这儿，还要灭他全族，你真是狂啊！来人，给我捏死他！哦，李刚，你好大的狗胆！雕爷，咱不是说晚上见面吗？走开！属下段山雕见过主人。青鸟拜见主人。进来吧。主人？这怎么可能？就他这打扮，不就一臭屌丝吗？哎呦，啊！嘴这么臭，拖下去，给他漱漱口。哎，我这是随口说的，人家还随口说的。瞎了你的口眼！雕爷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段山雕，你要是再纵容你的手下为非作歹，我看这南疆节度使你就别当了。属下一定严加管教，绝不再犯。另外，这个老人家的损失，我让李家10倍偿还。对，百倍！多谢了。带下去，李刚一族家产没收，南疆除名。青鸟在，我们走。你饶了我！狮王大人，我能见你一面吗？好，老地方见。送我去教堂。是。狮王大人，冒昧打扰您，请您恕罪。斯娜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平时她不是一向端庄典雅的吗？今天怎么穿得如此暴露？狮王大人，狮王，找我有事儿？狮王大人，我们相识这么久了，我可以看下您的模样吗？不行。狮王大人，我知道您一直在暗中调用一叶财团的雄厚财力，给予我帮助，要不然我柳家不可能从濒临破产发展到如今的云城中流砥柱。明天是我的生日宴，请您务必赏脸光临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好，我会参加，到时候会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。真的吗？多谢神王大人。另外，明日神王阁宴会厅也会特例为你开放，生日宴可以去那里举办。多谢神王大人。那我们明天见。主人，你为什么不跟他坦白身份呢？我担心之前神王的身份会让他感到自卑，所以才选择了隐瞒。3年了，他已经成为云城之巅，应该对我的身份不会有任何压力。明日生日宴，我会当着所有豪门贵族的面对他坦白身份。对了，神王帖准备好了吗？回主人，已全部发出。南疆各大家族豪门都会参加柳丝娜小姐的生日宴会，一叶集团还会准备一份价值1000亿的新区项目，届时柳丝娜小姐将会成为南疆乃至大夏最耀眼的女总裁。谁？哎，许秘书，今儿怎么有空亲自来了？先冷茶，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书，你在我们刘总家吃软饭的日子到此为止了。哼，斯娜要跟我离婚？很奇怪吗？你不觉得3年了，你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吗？你根本配不上我们刘总。我配不上他，不是吗？你不觉得自从刘总爷爷去世，刘总接管了柳家，短短3年，
她带着柳家扶摇直上，不但成为了最年轻的美女总裁，更是让柳家跻身成为云城顶级世家。而你呢？你依然是一个毫无上进心，只知道吃软饭的窝囊废。你们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，难怪刘总会移情别恋。移情别恋？哎呀，我不小心说漏嘴了。总之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个窝囊废，快点签了他，别再继续恶心我们刘总了。要离婚可以，我要司娜亲自跟我说。就凭我们刘总如今的身份，你连跟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他如今的身份，连我这个照顾他3年的老公都没资格跟他对话。易秋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们家刘总心善，所以才跟你协议离婚，给你补偿。但凡我们刘总心肠歹毒一点，就凭他的身份，可以直接让你净身出户。要离婚可以，让司娜亲自跟我说，不然这个字我不会签。你这死皮赖脸的样子啊，还真是让我对你的废物的淫念更加刮目相看。金由随便写，只要你肯离开我的生活，多少钱我都可以出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们3年的感情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，对吗？你一直都不肯签字离婚，不就是想多要钱？要不然为什么3年了一直赖在我身边，吃白食？你还是不懂，金钱、地位、名声，这些我通通不在乎。当年我答应爷爷，你别总跟我提爷爷，要不是为了满足爷爷的遗愿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嫁给你这样的累赘。只可惜，爷爷英明一辈子，他就只干错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让我嫁给你。依旧，你说的好听，什么财富地位不在乎，你什么狗屁都没有，你当然不在乎了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许晴，不要用你的无知揣测我的身份和地位，我的身份你想象不到。哟，听你这意思，你该不会还有一个什么至高无上的第2重身份吧？难道你其实是掌管神王殿的神王大人？许晴，别拿他来侮辱神王大人。一秋，你越是胡搅蛮缠，只会让我越看不起你。你赶紧把字签了吧，否则我只会更看不起你。给我个理由。理由？你没觉得咱们之间的身份天差地别吗？如今的你配不上我。我配不上你？那究竟谁能配得上你？配得上司娜的男人只有我。小子，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做眼界决定地位，金钱决定思维。像你这样的底层渣子，永远理解不了我们人上人的想法。司娜，这是我们上次约会的时候你看中的戒指，300万，我给你买回来吧，刚好我们婚礼的时候可以用。约会、婚礼，所以你移情别恋对象就是他。是又如何？总之，我柳思娜的男人不应该只是一个只会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、无所事事的废物。所以说，细心的照顾、体贴的呵护，都比不上这个散发着铜臭味的金钱重要，对吧？体贴、照顾、呵护，你做的这些事对我来说有意义吗？那什么是有意义？金钱、地位，我们2个之间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。总之，过了今天晚上，离开我的生活。好，这个协议我签。我希望我签完以后，你别后。窝囊废，你也配让我们刘总后悔？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明天司娜的生日宴，众多豪门都会亲自前来为司娜祝贺，而世界第一的财团一叶财团更是会以一份价值1000亿的新区项送给司娜当做生日礼物。届时，司娜将会成为整个大夏最耀眼的女总裁。如此一飞冲天的机会，司娜凭什么后悔？你放心，跟着你这样的窝囊废，我才会后悔一辈子。秦少，你跟他说这么多毫无意义。他这种底层的渣子，怎么可能知道顶层上流社会的消息？这些消息我当然知道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可一秋，你还真是装上瘾了。秦少早就说过，是他凭借家族人脉才打通南疆几大家族的关系，请来各族族长给我们家刘总庆生。
而狄少更是在一业财团中多方斡旋，才帮我们刘总争取了这个1000亿项目，怎么就成了你的功劳了？你未免也太高看这个废物了。怎么，我做到你做不到的事儿，不服气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你也配？够了，一秋，你满嘴空口大话，懦弱无能。你除了会耍一点嘴皮子，你还能干一点实事吗？让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嫁给你。好，柳丝娜，这个协议我签。希望从此以后你不再后悔。今天以后，你我再无半点夫妻情分。等一下，支票拿走吧，毕竟你照顾了3年，我不想看你饿死进来。这一天，我瞧不上。窝囊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徐晴，如今我的事业如日中天，这种时候逼他走，他一时接受不了，发脾气，也实属正常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丝娜总算是摆脱了那个废物累赘。哎，丝娜，既然你已经离婚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？秦少，我很感谢你刚才去车里拿戒指，也谢谢你帮我气走那个累赘。但是我知道，背后帮我的人不是你。是，丝娜小姐天纵奇才，人脉广泛，哪里需要我的帮助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刘总，您刚刚去见神王大人啦？不过神王大人，他还是没有以真面目示我。我听说神王大人统领神王殿，像一业财团这样的庞然大物，都只是他手中万千产业之一。你要是能嫁给他，那咱们柳氏集团肯定能登顶世界之巅。哎呀，别瞎说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不过神王大人他答应我了，明天的生日宴他会来参加，而且啊，他会在神王阁给我办生日宴。神王阁？那只有神王亲临才会开启的宴会厅，能在那儿参加宴会的人，在整个大夏都屈指可数。刘总，你真是太幸运了。明日我要当着全部南疆豪门的面向神王大人求婚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只有神王大人才配得上成为我柳丝娜的男人。主人，您为什么不告诉柳丝娜小姐，您就是神王大人，她喜欢的就是您？我希望她爱上的不是我光鲜亮丽的身份，而是我这个人。那柳丝娜的确卓尔不凡，居然能得神王大人的青睐。是啊，不过这也是我们秦家的好机会，我已将90%的家产都献给了雕爷了。就是为了明天能够见到神王大人。如果能够得到神王大人的点滴恩惠，那我们秦家就可以横扫南疆一众世家，登顶山巅呐！爹，还是你有决断。成败与否，就看明天一举了。刘总，丝娜，神王大人肯为了你的生日开启神王阁，二姨真是替你高兴啊！是啊，如果没有神王的照拂，我们柳家怎么会成为南疆第一世家？再过几年，柳家必然会媲美龙城的张家。龙城张家那可是镇守龙脉的大夏第一家族，若是咱们柳家也有那样的成就，你可得好好感谢一下神王的天恩浩荡啊！一秋那个废物离得好。就是，其实我昨日跟一秋离婚呀，就是为了今日神王大人亲至，我好当众向他求婚。一秋，你是怎么混进神王阁的？刘总，这还用说吗？神王阁非神王邀请不可入内，他肯定是尾随您才进来的。一秋，神王阁你都敢混进来，你的无耻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我进这神王阁还不需要靠混，不靠混，你还能怎么进来呢？
难不成神王大人会给你这样的废物颁发神王帖吗？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应该知道，今天是斯娜小姐的生日会，你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不会连件像样的礼物都没准备吧？礼物一会儿自然会有人送，离婚前我就准备好。我看你是压根儿没准备吧。斯娜小姐，我不像某人这般虚伪，我说了送生日礼物，自然就会带来。刘总，秦少赠送您的武夷山母树大红袍茶叶，价值100万。刘总，秦少赠您一块祖母绿翡翠，价值700万。刘总，秦少赠送您全球唯一一台限量款兰博基尼，价值7000万。这是车钥匙。秦少出手果然阔绰，不像某些废物，什么都没准备，还在嘴硬。多谢秦少。废物，点评一下，我这3件礼物如何？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贵的东西吧？哼！这些垃圾也配出现在我神王阁？废物，你也敢砸我的礼物？窝囊废，你送不起礼物，嫉妒人家秦少是吧？看他，不只是嫉妒我，更是要让斯娜出丑。这可是神王阁，你这样大撒脸，你把神王的威严放在何处了？一秋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你送不起礼物我不怪你，但你也不能砸秦少的礼物吧？快给秦少赔礼道歉。他3番5次冒犯我，你不管不顾，我稍微一反抗，就让我给他道歉。刘总，你还真是讲道理。你就是我外甥女金屋藏娇、不敢示人的窝囊废呢。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也不知耻啊！也不知当初老头子怎么想，让斯娜嫁给这样的废物。难怪被我家侄女扫地出门，胆敢大闹神王阁。像你这种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真是少见。一秋，你我的身份天差地别，你砸碎我的东西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擅闯神王阁，冒犯神王，就已经是死路一条。斯娜让你跟我道歉，不过是希望能给你一条活路吧，你别不知好歹呀！我还不用你给我活路。另外，擅闯神王阁，你们去问问段山雕，没有我，这神王阁他敢开吗？一秋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死活的东西，当初若不是我爹救你，岂容你在这里猖狂？给我跪下！让我给你下跪，你还不够格？放肆！他可是你二叔，如今更是掌管南疆全部地产，都承受不起你一个废墟的下跪了。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啊？看来咱爹当年真是救了个白眼狼，咱们柳家养了他这么多年，让他跪下都不跪。一秋，我知道，我跟你离婚，你受了很大的刺激。可如今二姨、二叔、三叔可都是南疆各大行业的龙头，他们随便一句话都能要了你的命，你还不赶紧给3位长辈下跪道歉？3位长辈，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哎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越是低层的垃圾，越是不懂我们这些上位者权贵的可怕。就你们也配称上位者？我们不算上位者，那谁算呢？斯娜二姨坐拥南疆全部娱乐产业，身价超10亿；斯娜三叔如今是互联网巨头，身价远超100亿。我手下的柳氏地产身价近1000亿。我们不算上位者，难道你是吗？能给柳家下跪是你的荣幸。柳家救你一命还不下跪，真没良心！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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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来你们这些所谓的上位者，都以欺我为荣，让我下跪，你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够格。好，一秋，你敢冒犯南疆第一世家柳家，还敢得罪南疆全部豪门，更是敢冒犯神王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！一秋，你真是自寻死路！给我打断他的腿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这条腿能不能跪下。青鸟大人到！
放肆！胆敢冒犯易先生天威，论罪当斩！还不快滚！是这位美女，看你的意思，你是要保这个窝囊废？我不是在保易先生，而是在保你。你现在跪地道歉，易先生说不定留你一命，饶你秦家一条活路。我没听错，他砸碎了我的脸，还要我跪地道歉。且不说我秦家南疆30年屹立不倒，背后更是南疆节度使刁也。单单今日，我秦家将单独面见神，明日便可一步登天。只此一点，请问整个南疆谁能灭我秦家？请你这个生日礼物都送不起的窝囊废吗？3分钟之内，礼物必到。都现在了，你还在演？一秋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到底让我有多难堪，你才肯罢休？四大，他大度，给他3分钟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能送来什么来。他要是能送来贵妇，我当场吃屎都行。估计是在哪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吧？早知道啊，这小子这么不争气，当初老爷子就该听我的，不应该救这个窝囊废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别给我柳家丢人现眼。时间到，你的礼物呢？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演的跟真的一样，恶心。一秋，一秋，你虽然是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但你这高超的骗术演的还挺好。这个女秦远不便宜吧？够了，一秋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3年了，这3年你本事一点没长，靠我柳家说大话的本事倒是没少长，有意思吗？你们柳家的一切都是我给，是你们柳家靠着我，靠着你，我们刘总早就喝西北风了。你才是靠着我们刘总吃饭的窝囊废。思娜，他这么不识抬举，你也不用给他面子。不错，思娜，如今你得神王卷，这样的垃圾直接清理掉即可，不要跟他废话。来人，把这个家伙给我！贺礼到。还真有贺礼啊！这是传说中的9彩琉璃盏。听说这9彩琉璃盏可是女娲补天遗留的补天石，幻化而成，千百年来多少将相寻而不得。没想到啊，今天竟有人把它当做生日礼物送过来了，妙在无边。什么样人能送出这种级别的礼物啊？柳思娜，这就是我临婚前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收了这个礼物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无半点关系。这真是你准备的？这礼物都放在这儿，你还不信我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9彩琉璃盏是神王殿的镇店之宝，普天之下唯有神王大人才有资格持有此物啊！只有神王才能持有此物。可是这个东西是一秋送来的，莫非他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东西啊，的确是神王送来的。可是一秋这个无耻之徒，居然敢冒领神王的礼物，还说要送给思娜。这家伙的无耻程度，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啊！我就知道，也就是他这样赖在刘总身边吃软饭的窝囊废，才能干出这么无耻的事情。一秋，你没准备礼物就说没了，你为什么要说大话？为什么要冒领神王大人的礼物？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感到恶心。一秋，你今日混入这神王阁，打翻了我的礼物，蔑视诸多豪，对神王不敬，现如今还敢冒领神王的礼物，我看你啊，是连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，是吗？哎呦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如何？你刘总，神王礼已经送到，估计神王大人也快来了。如果让一秋这么继续胡闹下去，惹恼了神王，那1000亿的订单可就要泡汤了。一秋，闹够了没有？你究竟要惹多大的麻烦？你非得把事情惹到不可收场，你才满意是吗？不可收场的是什么？神王答应你的1000亿订单吗？明知故问，
一秋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神王谷就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。你没觉得你和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吗？我来这里是对我们的感情还抱有一丝幻想，想把这个礼物送给你。它虽然不及9彩琉璃盏珍贵，但却是代表了我的一片真心。一秋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只要是你送的礼物，我都不会收，因为我看到我就觉得恶心。这礼物也是我送，既然恶心，那就砸了吧。臭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吗？那可是神王送来的无价之宝。神王所赐宝物，我等的看上世代无上荣耀，你竟然把它给打碎了，你活腻了吧你呀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砸了秦少的礼，尚可能留你一条狗命；你砸了神王的礼，这大夏1045万平方公里将再无你一寸立足之地。一秋，你是疯了吗？这是神王送我的礼物，你有什么资格摔碎它？区区一个琉璃盏，碎就碎了。你简直无可救药！无法无天呐！来人！且慢，一秋，这神王阁可是南疆节度使雕爷率领神龙卫亲自镇守。你如今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大闹会场，雕爷他老人家知道，定会把你碎尸万段。活该！就他这种窝囊废，就应该把他千刀万剐了。是吗？就算断山雕亲自站在我面前，又能奈我何？你先别狂，还有10分钟，我爹会亲自陪同雕爷来到现场。你砸我礼物，引发众怒，现在更是砸坏了神王礼物。雕爷他老人家知道，定会取你性命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？今天我就做你，我看谁敢取我性命！砸了神王礼，你还敢做燕庭守卫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大胆狂徒，还不赶紧滚下来！没错，那燕厅首座只有天选之子、万人之上的神王才可以做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坐那儿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天选之子？又怎能知道我不是万人之上？一秋，我看你今天就是诚心来破坏司娜的生日宴。司娜养你3年，一条狗都知道咬你讨好，可是你呢？司娜生日宴上肆意破坏，不说你是条狗，都抬举了你。放肆！你也敢问易先生身份？我说美女，你是被他给骗了，他不过是被柳家扫地出门的废墟而已。昨天被司娜给打了，没要到赔偿，因此怀恨在心，今天才费尽心思来到此地，大放厥词，肆意破坏，无非就是为了惹怒神明，牵连司娜。你想，卑鄙的很啊！好一个天马行空的小伙，你不去当编剧都可惜了。你别掩饰了，一秋，你这等下等卑劣心思，在场的各位豪门一眼就能看穿。一秋，这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胡作非为的原因吗？你嫉妒神王对我的青睐，你怨恨我把你赶出家门，你对我求而不得，所以你就故意害我出丑。我真是对你太失望。刘思娜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别人说一句你就深信不疑。我结婚3年，你真正对我了解多少？你居然敢质疑我们刘总，你哪来的脸？如果不是我们刘总养了你3年，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够了，一秋，你赶紧从神王的位子上给我下来，给我2姨、2叔、3叔，还有秦少挨个跪地道歉，我就可以求神王原谅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一拍两散，互不相欠。好一个一拍两散，互不相欠。就算要磕头道歉，也是他们排着队在我面前磕头道歉。司娜，既然他不领情，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毕竟他今晚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，谁都保不了他。你若执意为他说话，只怕会引火烧身呢。没错，虽然你跟这个白眼狼已经离婚了，但是他毕竟是你的前夫，如此触犯神王逆鳞，神王一怒，血流横楚，到时候还真的会牵连到你啊！
是啊，斯娜，你还是尽快跟这个窝囊废划清界限。斯娜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我们柳家还等着依靠神王更上一层楼呢。一秋，你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能力，也没有本事，我不怪你。毕竟我们之间身份不同，层次不同，眼界不同。我们离婚以后，我给了你补偿，你不要。我本来还挺欣慰的，以为你有点骨气，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无耻。你竟然想要惹怒神王，引祸至我柳家。总之，从今天过后，我柳丝娜和你再也毫无半点关系。你也休想让神王迁怒于我柳家。这样最好。一秋，你我的身份天差地别，我本不想自降身份跟你斤斤计较，可是今天你捅破了南疆的天，整个南疆都容不下你这败类。3位长辈晚辈斗胆，号召南疆各大豪门封杀一秋，镇压他这一族。男人世世为奴，女人代代为臣。此人目无尊卑，品性低劣，已经跟我外甥女离婚，还死皮赖脸的跑到这里破坏生日宴。我苏氏娱乐断他一族女性生路，只配世世为娼。擅闯神王阁，砸人礼物，顶撞世家，冒犯神王。若让此人过上好日子，我等脸面何在？我柳氏集团断他一族男性生路，只配代代为奴。我柳氏地产愿世世代代封杀此人，让他全族生无定所，乞讨生活。臭小子，作为前辈，我送你一句话：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被南疆最大的家族柳家联合封杀，这下子真的是死定了。以后他怕是要居无定所，只能世代乞讨了。我等虽然是小族小户，但也愿意封杀此人，绝其后代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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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活路你不走，非要找死，这下子不光你完了，哪怕你有了孩子，你的子子孙孙都会被你的愚蠢给害了。一秋，原本你跟长辈磕个头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你非得要闹成这样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一秋，今天以后你就只配在街上乞讨，子子孙孙从此没有生路，这就是权势，这就是上位者的尊严。10分钟了，断山雕也应该到了吧？你怎么还这么能装啊？既然你这么着急送死，我成全你。来人，南疆节度使雕爷到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雕爷，雕爷，您来了。恭迎雕爷，恭迎雕爷。一秋啊，我本想在雕爷来之前给你个痛快的，可是雕爷现在已经到了，单凭你擅闯神王阁，砸碎神王礼，雕爷就足以把你折磨致死。是吗？那我就在这里等着。哼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一秋，你还要霸占在神王的座位不起来是吗？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擅闯神王阁，打碎神王礼，霸占神王座，你真当这里是你自己的地方？有什么不妥啊？一秋，雕爷已经来了，你如果现在起来给雕爷好好磕头道个歉，兴许雕爷还能饶你。你就当是为了不要牵连我，行吗？刚才是谁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已经毫无关系了？怎么现在又说让我不要牵连你？一秋，你有点自知之明行吗？3年了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连生辉的底层都够不着。这个神王阁，哪怕是一个服务员，他的身价都要比你高上1000倍万倍。你生下来就只配被人踩在脚底下，你哪来的底气跟整个南疆的豪门叫嚣啊？你错了，人人生而平等。我一秋虽然出身贫寒，但是在这些人面前，我依旧有盖世之威。你是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活在幻想里啊？你就认清自己是个窝囊废的现实，很难吗？是你沉浸在幻想里。我们刘总幻想什么了？他本身就比你优秀1000倍万倍，3年时间把柳家打造成南疆第一家族，更是得神王青睐，能在这神王阁开生日宴，不日便可嫁入神王殿。刘总何其优秀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质疑刘总？
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不是我这么认为，事实本就是如此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也该让你的幻想破灭一下了。你，司大，咱不用跟他废话，走，我们去面见雕爷。晚辈秦天勇恭迎雕爷，见过父亲。参见雕爷。你们刚才在做什么？雕爷，宴会上出了一点小乱子，不打紧。雕爷，神王阁不小心溜进了一只臭虫而已。雕爷，您不必在意，只是一个被我们柳家扫地出门的废墟，引发的一点小骚乱而已。废墟，不错，他就是在柳家混吃混喝3年，被柳家赶出家门，一无是处的柳家废墟。他怎么会坐在宴厅的首位上？这也正是我们教训他的原因。今日开放这神王阁，乃是神王大人对刘总的开恩。可是此人竟以废物之躯闯入此地，不但没有把在场的诸多豪门世家放在眼里，更是胆大包天，砸碎神王重礼。我们好意劝他，让他下跪磕头，好饶他一命。结果此人却变本加厉，更是口出狂言，要我们下跪道歉。此等狂徒，论罪当诛9族。老爷，此子罪孽深重，冒犯全场，更是冒犯神王，万万不可轻饶啊！不错，在田少的带领下，我们柳家已决意彻底封杀。在场的诸位都加入封杀，保证他子子孙孙再无生路。雕爷，我等也是为了维护您的尊严，更是为了维护神王的尊严。单单是他砸毁神王礼这一项，就足够他死1万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做的是真好啊！雕爷，您谬菜了，您请上位休息，我替您去清理这只臭虫。清理它？我看今天该清理的是你们吧？雕爷，您这……段山雕，你可知罪？段山雕，你可知罪？一秋，你敢质问雕爷？刘总，你不要管他了，这已经不是他今天第一次作死了，他死就死了，可别牵连到咱们。一秋，雕爷都到现场，你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找死吧！雕爷，我跟你说，找死的是你！雕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刘总，都怪一休打碎了神王礼，还霸占了神王的首席座位，这下子雕爷真的要把所有人都迁怒进去了。连无辜的秦胜跟我耳顺都被打，一秋他只会死得更惨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南疆节度使段山雕，拜见易先生。拜见易先生。都起来吧。谢谢易先生。谢谢易先生。易先生，雕爷，这易先生是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他就是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呀！易先生，段山雕来迟，还请您责罚。怎么回事？雕爷真的在跟一秋这个废物认罪？雕爷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他就是打碎神王礼的那个废物啊！你怎么对他如此尊敬啊？你这个逆子，赶快给易先生跪下道歉！跪下！你赶紧给易先生磕头！刘爷，这不是我儿子有心冒犯易先生，您是知道的。我们秦家那可是忠心于您，还有神王大人呢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从来不敢冒犯。还有这些年，我们秦家的努力，您也是看在眼里的。求求您，放过我们秦家吧！易先生，此人冒犯了您，您看该如何处置？秦家主，你儿子犯错，你何须如此低声下气啊？按照你儿子的说法，
你们秦家纵横南疆几十年都屹立不倒，背后更有雕爷撑腰，更是会在今晚面见神王，地位将一飞冲天。如此高贵的上位者，如此强大的权势，又何须跟我认错呀？你这个逆子！金先生，这都是我那个逆子胡言乱语。你想如何处置这孽畜？我只爱他，绝无二话。只求你放过我们秦家吧。今日我刚到神王阁，他就要打断我的腿，让我下跪，之后联合柳家跟其他世家，扬言要断我族人后路，让我族人男的代代为奴，女的世世为娼，更是当众宣告我不过是被柳家扫地出门的一条狗。现在你却反过来让我处置他，恐怕他不会服气吧？你这个畜生！从今日起，你被我逐出秦家，有事不能回归，有事不能回归！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爸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活的这一生，就是为了今天能够见到神王大人。这最后一步，我秦家就可以一步登天了。你这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毁了我一生的心血！先生，既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我这逆子所作所为，跟我们秦家毫无半点瓜葛，求您放我们秦家一条生路。我跟他的身份乃是云泥之人，我本不想自降身份，跟他锱铢必较，但是他却对我步步紧逼，赶尽杀绝。假如我们身份互换，你该当如何？秦安泰，你们秦家好大的天威啊！完了，我们秦家算是完了。你这个畜生！让我一生的心血，你害得我秦家翻天覆覆，我要杀了你！一强，你到底耍了什么手段，欺骗了雕爷？你就是个烂泥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！你凭什么拥有这滔天权势？秦家长子才是未来应该一步登天的大人物。没有什么不可。来人呐，把秦家父子给我拖出去！从今以后，秦家南疆出门。是。老总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今天就站在这，我看看谁能取走我的命！你们好大的天威啊！居然想要易先生的性命！雕爷，您别生气，其实今天的事情啊，只是一个玩笑而已。玩笑？我们就是跟易先生开玩笑。说起来，易先生还是我的侄女婿呢。对，易先生跟我们是亲戚。没错，我们看到神王大礼被打碎，也是替神王心疼，情急之下才顶撞了易先生，也是被秦天勇挑唆，我们做事有所偏颇。侄女婿，你不会跟二叔计较吧？我们是亲戚吗？雨乔，三叔知道你生气，司娜跟你离婚，就算离婚了，咱们的亲戚关系还在呀。而且我们一直认为你很努力。是，之前都是我们听信了秦天勇的谎言，没想到咱家女婿跟神王大人关系匪浅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这样吧，阿姨敬你一杯酒，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。好啊，既然是误会，那你们柳家自个生人，男的代代为奴，女的世世为娼。外甥女婿，我们之前跟你开玩笑，你这怎么也跟我们开起玩笑了呢？是啊，侄女婿，你这玩笑开的还挺好笑的。既然跟侄女婿是个误会，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，这事儿就翻篇了啊！也请雕爷见谅。对，见谅。我可没心思跟你们这些废物开玩笑。一秋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哼，你这可就有点不懂尊卑了。二姨二叔作为长辈，给你敬酒道歉，已经足够有诚意，别不识好歹。我错，你以为
仰仗雕爷就可以衡压我们柳家吗？让我们自绝生路！你好大的口气！刘成礼，你什么意思？雕爷，您是南疆节度使，南疆以您为尊。既然您尊重易先生，我们也给他个面子，敬酒赔罪。可是他仰仗着您得寸进尺，要我们柳家自绝生路，此等过分要求，我等万难从命。好大的胆子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雕爷，我们看您的面子，尊敬这个曾经的柳家女婿，可是他却不懂得见好就收，反倒是要逼我们自绝生路，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雕爷，我们也就是嘴上说说断他生路，也并没有真的这么干呢。他却小题大做，的确强人所难。雕爷啊，您替我劝劝这个不争气的侄女婿，切莫触犯众怒，否则只能一个人招惹祸患。好啊，我看你们是要造反！雕爷，造不是我们，而是他。我柳氏地产得神王扶持，根基深厚，面目全光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全部依赖我柳氏地产。虽然如今不如当年鼎盛，但是也不是这么个毛头小子一句话就能覆灭的。不错，我掌管的南疆娱乐产业，也是有神王大人照拂，根基深郁，无孔不入。不管是娱乐顶流，还是会所场馆，无所不及。想要断我朱家生路，恐怕也没那么简单。雕爷，如今我柳氏各个子女都雄霸一方，联合起来的能量如何可怕，相信你也是清楚的。他如果只是开个玩笑，呵呵，我们也就不必跟他认真。如果他非要较真儿，我就不信了，他能断我生路？你们就对自己的实力那么自信吗？当然，你小子能得到雕爷敬重，确实有些本事。别说你想让我柳家自绝生路，就是神王来了，也绝对办不到。1分钟，1分钟，1分钟，我既然养得起你们柳家，自然也灭得掉你们柳家。青鸟在。1分钟，我要柳家引以为傲的柳氏地产彻底破产。是。天大的笑话！你不过是仰仗着雕爷狐假虎威罢了，终于让我柳氏地产破产，做梦！小姐，现在柳氏地产被灭，里面有咱们张氏20%的股份，咱们要不要管？区区20%的股份算什么？就算一休他想上阎王殿，我愿意赌上身家性命与他疯一场。这可不像你的一贯作风呢。是吗？对了，老太君召开的世界峰会时间要到了，你要不要过去？此刻的世界峰会哪有柳丝娜的生日宴精彩？你去准备一份厚礼，我要去给我未婚夫立威。口出狂言！1分钟，够干什么呢？够了！一群井底之蛙！易先生要灭你们柳氏地产，1分钟足矣。原本你们自绝生路，尚有一线生机。如今易先生出手了，你们所谓的地产帝国将不复存在。雕爷，您就别替他这样了。柳氏地产经营数10年，又得神王诏福3年，积累的底蕴和根基，远不是他一句话就能抹除的。家主，柳氏地产在全国各地所有产业同时遭遇不明狙击，现在全都濒临破产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仅仅1分钟，柳氏辛苦经营数10载的地产基没了，柳氏地产真的破产了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哥，这不可能！我柳氏集团的产业，那是由神王大人庇佑的呀！臭小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没有神王帖，也能随意进入神王阁，甚至打碎了神王礼，雕爷也都没有责罚。
这举手投足之间就能让咱们柳氏地产破产，现如今又坐在这神王阁首席，啊，难道这就是他其实就是我弈秋向来说到做到，绝不食言。我说来这神王阁，就光明正大的走进来；我说我打碎神王礼，就没人敢要我的命；我说让你柳氏地产破产，就真的破产。现在，你觉得我嘴里有实话了吗？现在，你还觉得我是信口开河吗？所以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问我的身份，还是问我是谁？总之，我们结婚3年，你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，装作是一个普通人，是吗？是。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今天当众羞辱我，看我出丑？你的心胸未免也太狭隘了吧！我是不想让你觉得我们身份悬殊太大了，让你觉得有压力。一秋，你少说漂亮话了。我看你之所以隐瞒，就是为了让刘总今天出丑，让刘总后悔跟你离婚，是不是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心肠这么歹毒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又如何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可以杀了你。算了，一秋，如果你隐瞒身份是为了让我后悔离婚，那么恐怕我要让你失望。即便是现在，我依旧不后悔跟你离婚。因为你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是你配不上易先生，我配不上他。不错，恐怕你到现在还不知道，你放弃的这个男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我龙城张家张欣然特带来婚书，跟易先生履行婚约。是你，是你，不错，又见面了。龙城张家那不是大夏第一家族吗？对，相传张家镇守龙脉，每一位子嗣都会被敕封为一方诸侯王，而每一位诸侯王都会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立起顶级世家。龙城张家就是由无数个顶级世家组建而成的超级世家，堪称整个大夏国绝无仅有的豪门望族啊！这不可能，弈秋那小子跟龙城张家有婚约，这不可能啊！婚书我都带来了，还有什么不可能？我今天来呢，不仅带了婚书，还给我的未婚夫带了点小小的见面礼。这看着可不一般呢。霸气血不敌是吧？可是龙城张家的手笔，这已经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礼物了。这些宝物随便一件都是无价之宝呀。那个八岐血菩提，听说有可以活死人、肉白骨的功效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宝物啊。易先生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点小小的见面礼，还希望易先生不要嫌弃。你就……我叫张欣然，我才是你应该明媒正娶的未婚妻。龙城张家未婚妻？刘总，这依旧在你这吃软饭，竟然还不要脸的勾搭别的女人，这随便一件礼物都要超过咱们柳家的全部资产了。难怪弈秋那小子敢如此大闹神王阁，难怪他敢砸碎神王礼，而不怕神王怪罪。龙城张家这种庞然大物，哪怕是神王大人在此，也要给点面子呀！怪不得这臭小子敢和四娜离婚呢，原来他早就抱上了龙城张家的大腿，无耻至极啊！易先生说了，让你们柳家南疆除名，自断生路，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既然张家小姐都这样说了，那我柳家定会照办。
张小姐，你我会约一时，在这里商谈多有不便，我们换个私密的地方。好。斯娜，我们柳家绝对不能自绝生路啊！是啊，一秋这个白眼狼，我们柳家养了他3年，他翻身了，就要咱们柳家自绝生路。还说这事有什么用？斯娜，你赶紧联系神王大人，让他在龙城张家面前好好为咱们柳家求求情，也许还有转机呀。二爷、二叔、三叔，你们别着急，我这就联系神王大人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怎么样？神王大人，可能有事耽搁了。斯娜，不如你去求求一秋吧。对了，一秋那小子心肠还是挺软的，求求他，也许能放过我们柳家呀。你站住！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一秋，离婚的时候，你口口声声说跟我有3年的感情，结果你转头就移情别恋，跟他搞在一起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移情别恋？难道你没有移情别恋吗？就算刘总移情别恋，难道一点错都没有吗？如果你有能力、有本事，刘总不可能移情别恋的。说到底，还是你这个废物没有用。你又打我！麻烦管好你的嘴，如果你不会说话，我不介意撕烂它。一秋，雕爷尊敬你的那一刻，我还以为是你有能力有本事了，没想到啊，你的能力就是靠着张家小姐的名头换来的，到头来你还是吃软饭，靠着张家招摇撞骗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我就是想给你个让我不那么厌恶你的机会，让张家放过刘家，兴许我还能对你有一些改观。你的自以为是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如果你想让我放过刘家，那大可不必再谈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正好有几句话要跟柳丝娜小姐说。柳丝娜，说起来呢，我还要感谢你，舍得放开这么优秀的易先生。优秀？你是眼睛坏掉，你还是脑子坏掉了？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家伙，有什么好的？果然呢，人跟人的眼界不同，肉眼凡胎，不识真理。我希望你日后千万不要后悔今天这个决定。有些事儿我是有可能后悔，但是跟他离婚这件事绝不可能后悔。一秋，你现在是抱上了张家大小姐的大腿，你可以很得意很嚣张，可是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等他把你玩够的那一天，一定会把你弃如敝履，你到时候可别哭着来求我。怎么，说不过我就想动手？回来，粗鲁。柳丝娜，你我身份悬殊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都懒得搭理你。但是你有什么资格敢以下犯上，对我的未婚夫指手画脚？一秋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哼，真是神经病！只不过是捡了刘总您不要的破鞋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而且还是张家千金，居然还想要指使秘书动手打人。没事儿，都怪我柳家比不上张家，但这都不重要，只要有了神王大人的庇佑，我相信我柳家迟早有一天会赶超张家。对，你应该去找神王大人，让神王大人好好教训一下那个不识好歹的张家千金。我们赶紧回宴会厅吧，说不定神王大人马上就来了。哎呦，二爷、二叔、三叔，你们怎么出来了？神王大人马上就要来参加生日会了。神龙卫不由分说，把我们都给赶出来了。是啊，那神龙卫可是神王亲军，谁敢冲撞啊？肯定是一秋那个兔崽子惹怒了神王大人，才牵连到我们柳家呀。今天的生日宴都不让办了，这个天杀的白眼狼！刘总，都是那个窝囊废搅和，您都没机会跟神王大人表白心意了。
没关系，这次我一定要亲自面见神王，跟他解释清楚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喂，神王大人，我在不语茶社等您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神王大人，请您息怒，我真的需要见您，你就当是最后一次，请您一定恩准。好，最后一次。我们去不语茶社吧，那儿安静。好。我去处理点私事，麻烦张小姐稍等片刻。好。哎呀，今天这衣服真不错啊！哎呀，小贱货，待会儿酒足饭饱之后，看本少爷怎么在温泉里玩你！讨厌死了你！哎，这不是你家那吃白饭的废物姐夫吗？一秋，你可真行啊！刚被我姐扫地出门，就来不语茶社堵我了，想让我帮你向我姐姐求情，回家呀？那你可真是痴心妄想！神经病！想求人就放低姿态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你全部家当都卖了，才够我一个茶位费，到这儿来连菜都点不起，只配喝纳凉白开。你在这装什么清高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赶紧滚。哟，喝个白开水都能喝出茅台的气质来，你可真能装啊！不是，你刘思晴，之前对你有宽容，是因为你爷爷对我有恩，没事吧？啊，现在恩怨两清，别在我面前恶心我。废物！我看你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。我告诉你，在南疆，我想要废你的四肢，没人敢保护你。你要是还有点自知之明，现在立刻跪下，给思晴道歉。我保证只废你双手，好让你走着去医院。我看谁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敢在不语茶社动手！我看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敢在不语茶社动手！刚才在门口看到这两个人，心里担心就进来了。易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两只苍蝇嗡嗡叫，赶走即可。那就麻烦你们二位给我的未婚夫道歉之后，就自觉离开吧。未婚夫？一秋，我可真是高看你了，找了个女演员假扮白富美来吓唬我姐，好让我姐后悔呀。可惜了，再怎么装也没有陈少这种上流社会的气质啊。思晴啊，这种社会渣渣只配打肿脸充胖子，毕竟像他这种穷逼就是一张脸啊。不过他找的这个女演员还是有几分姿色。哎，美女，加个微信，下次我出双倍的钱，我们玩点刺激的啊！肮脏的东西！保安在哪儿？谁在我们不语茶社大喊大叫的呀？这位小姐，我们陈少，您这脸，放任这垃圾进入不语茶社，殴打黄金会员，你们安保都是吃屎的！赶快把他们手脚打断，给我扔出去！扔出去！赶快把他们手脚打断，扔出去！扔出去！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们不语茶社不欢迎你们这么粗鲁的下等人，现在立刻打断他们的手脚，给我扔出去！难道就不问问事情的经过吗？就这么决定了？不需要。陈少那是我们不语茶社黄金 VIP 客户，年充值过1000万。别说你们动手打了陈少，就算陈少看你一眼觉得不爽，让我打折你的腿，我们也照办。臭屌丝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上流社会！我拿权力碾压你，你能奈我何？哎呀，我本以为这不语茶社会按照规定对所有消费者都一视同仁，但是我没想到居然还有你这样愿意给陈家当狗的东西啊！哎，我劝你啊，赶紧辞职走人，免得给不语茶社丢人哦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，跟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
我还告诉你，陈少不光是我们这儿的 VIP 客户，他可是得到龙城张家青睐的，马上就要迎娶龙城张家千金大小姐了。龙城张家大小姐？没错，像你们这样的底层人可能不知道，龙城张家的千金大小姐马上就要来南疆亲自挑选她的未婚夫。整个南疆除了陈少，还有谁有这个资格能成为龙城张家的未婚夫？陈少入赘了张家，马上就会封地封王，成为一方诸侯，他们陈家堪称一步登天。像你们这样的垃圾也敢冒犯陈少？真是三人成虎，以讹传讹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居然能传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可是我们上等人的交谈方式，言谈举止点到为止，怎么可能会大肆宣扬陈少马上就要成为张家的未婚夫了呢？是，六小姐说的是啊，动手！慢着，林景云啊，你管理的不语茶社现在真是高不可攀呢。就连我到这儿，你们这儿的保安都要打断我的四肢，再把我扔出不语茶社了呢。大姐，我哪有这样胆子？我全靠你一手栽培才有了今日啊！谁冒犯了你？10分钟，我马上赶到。3分钟，来迟1秒，后果自负。哎呀，一秋啊，你找的这个女演员可真是敬业呢，连不语茶社的林总的电话都能搞得到。可惜啊，这2个骗子对我们林总那是一无所知。我们林总那可是张家小姐钦点任命的总经理，就连他们柳家、陈家对我们林总那也得以礼相待。你们2个算他们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命令林总还3分钟，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还不动手？3分钟，我建议你们多等一会儿。等个屁！传声的都给我过来！我还就不信弄不死你！什么头？弄死谁的头？我看谁敢！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2个混蛋正在这闹事儿，我要打断他们的腿，给他们扔出去呢，免得碍了您的眼。混账东西！林总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哎，2位实在抱歉了，影响了2位在我们不语茶社的消费体验。这里补偿你一张我们不语茶社钻石级的 VIP 贵宾卡，持有此卡，在我们不语茶社所有的消费皆可以免单。林总，林总，怠慢贵客，立刻去财务领工资，滚蛋！别呀，林总，他就是一个被柳家扫地出门的窝囊废，我这都是为了维护陈少的尊严呢。陈少可是咱们黄金 VIP 会员，那马上就要成为龙城张家千金的未婚夫了。陈少，你帮我说说话呀！林总，我在你们不语茶社每年充值上千万，如果连这个白痴的窝囊废都赶不出去，那我在你们这充卡的意义何在呀？如果你要是这么维护这个王八蛋，那不如你就把我这1000万级别的会员卡给注销了吧。陈少，他要真给你注销了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我马上就要迎娶张家的千金了，到时候他不过是我们家的一条狗，我谅你也不敢注销我的卡。那陈少到时候娶了张家大小姐，可别忘了人家哟。放心吧，林总，您做个选择吧，您是把他们的手脚打断了扔出去，还是把我这卡注销掉？那既然这样，委屈陈少了。来人，传令下去，从即刻起，陈家所有人员都给我拉入不语茶社的黑名单，永世不得接待。来人呐，把这几个碍眼的家伙赶出去！你是谁呢？你敢这么对我？难道你就不怕我在张千金面前告你的状吗？走着！快点！大小姐，让您受惊了，属下甘愿受罚。惩罚就算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易先生，这是我们龙城张家的7星级至尊黑卡，整个大夏仅此一张，持有此卡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调用我们张家的全部资源，而且还可以享用我们张家所有产业的最高待遇，还请易先生笑纳。好，我收下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该聊聊婚约了吧？你当真是自愿嫁给我，还是为了家族纷争不得不嫁给我？你知道我们张家的情况？张家这样的豪门贵族，对外自然是庞然大物，可对内并非是铁板一块，对吗？的确如此。当年我母亲和你母亲是好闺蜜，因此在我们出生之时就定下了这门婚事。如今我被家族逼婚，要嫁给唐家大少爷，我母亲便想到你可以帮我，所以才让我来找你履行婚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去龙城？明天是我奶奶的寿辰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，给她老人家贺寿。好的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还约了个故人在这里见面，看时间应该也快到了。好。刘总，都怪一休那个窝囊废惹恼了神王，不然咱们何至于此？要怪就怪柳家养了个白眼狼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不然咱们何至于此？要怪就怪柳家养了个白眼狼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只要我求得神王的原谅，这些就都不叫事。哇，这身素纱纱衣可真好看，我看了都心跳加速。神王大人只要是个正常男人，不可能没有反应的。那样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这盒欢龙岩香和茶社的茶都无毒，但是两者一旦融合，便可以不动声色地催动情欲，即便神王大人再心如磐石，也会欲火焚身，意乱情迷的。柳家的生死存亡，就看今晚了。刘总，您不用担心，就您这样的样貌跟身材，神王大人肯定抵挡不住的。对了，我让思晴准备了给神王大人的见面礼，他怎么还没来？思晴，你到哪儿了？姐，我跟陈少本来都到不语茶社了，结果遇到了一休那个混蛋，他还打了我们，害得我们惹怒了林总，被拉黑了，现在进不去了。又是这个一休，他还打了你，回头我就找他算账。这个一休还真是无法无天了，一个只会吃软饭的窝囊废，说到底连个男人都算不上。算了算了，许晴，你把这儿的灯光调试一下，尽量啊，让我的衣服显得更透一些。刘总，从里面往外看，呈现的效果堪称完美。找我何事啊？恭迎神王大人。柳思娜有罪，请神王大人责罚我吧。这是何意？这个皮鞭的玩法有很多，就看神王大人想怎么玩了。就你话多，快下去。是。你何罪之有，要向我请罪？神王大人，都怪我那个前夫心胸狭窄，他仗着张家之势，擅闯神王阁，打碎神王礼，还搅乱了您专程为我办的生日宴，都怪我管教无方，惹了神王殿的威严，请您责罚我吧。你跟你前夫结婚3年，
心里当真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没有，神王大人，从始至终我都只爱您一个人。至于那个一秋，我现在心中对他只有恨。只有我一人。当然，我现在心中对他只有恨。只有我一人。当然，不瞒您说，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您的背影，第一次与您交谈，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好像是前世注定的缘分。神王大人，一秋，他现在对我而言只不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根本就无法与神王大人您相提并论。那一秋虽然一穷二白，可对你还算不错，就这么不招你的待见？一无是处的关心让我心中毫无波动，而不像神王大人您，我只要看到您就怦然心动。神王大人，我喜欢您，求您让我做您的女人吧。你究竟喜欢的是我，还是喜欢我的神王身份呢？我当然是喜欢您，跟您的身份毫无关系。是吗？当然，哪怕您不是神王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只要每天能陪在我身边，即便什么都不做，我也会义无反顾的爱你。让我为您付出什么我都愿意，我发誓。今天你我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就要跟我说这些是吗？神王大人，其实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说来听听。神王大人，都怪我那个前夫，他心胸狭隘，他记恨我将他扫地出门，结果他利用张家势力要断我柳家生路。神王大人，这普天之下就只有您一个人能帮我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能对抗龙城张家？神王大人，世人皆知您掌管神王殿，那是100个张家都比不过的庞然大物。您要是想收拾张家，还不就是弹指之间而已。就算如此，你怎么确定我一定会帮你呢？神王大人，您已经帮了我很多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了，对吗？万一我以前帮你都是一时兴起呢？这不可能，您是喜欢我的，要不然您为什么一直扶持我们柳家？您若是不喜欢我，为什么私下3番2次的见我？我对我的直觉很自信，您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柳小姐，你对自我的感觉未免太良好了。我之前之所以帮你，不过是欠了你爷爷人情罢了。那就单纯的只是为了还人情？对。那这3年来，您对我就没有一点瞬间的心动吗？没有。神王大人，可是我喜欢你，为了你我甘愿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我可以放下任何的自尊。任何事情？比如？你这是做什么？神王大人，我只是想要证明，我在您的面前是可以毫无保留的。我愿意把我最珍贵的清白交给你。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，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您是盖世英雄，对天底下的女人都可以予取予求。能够得到您的宠幸，是我一生的骄傲。可你还有清白吗？你曾为人妻，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，你有何资格陪在我身边？那是唯一的一次，并非我自愿。哦，3年前，是爷爷救回了我的前夫。当时他身中寒毒，是我脱光了衣服给他取暖，才救活了他。是我爷爷骗了我，称那一秋是盖世英雄，能给我们柳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，我才牺牲自己救了他。
那是我此生最难以启齿的污点。早知道他是个窝囊废，我根本就不可能。第一次见面你就送出了最宝贵的东西，你还真是随便。女孩子都有少不经事、懵懂无知的时候，我绝对不是随便的女人。神王大人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在您的面前，我可以做到毫无保留。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崇拜你。你不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很令人作呕吗？曾经的你是南疆的商界精英，精明能干，举止优雅。那时候你纯洁无瑕，是所有男人只敢远观不可亵玩的女神。但看你现在，更像是一个自我作践的公交。公交？神王大人，我只属于您。从那以后，一球想要碰我一根手指头，都没给他半点机会。能够对我为所欲为的，就只有您一个人。只有您能看到我的懦弱，我的不堪。我虽然不完美，但却真心实意的爱您，您就接受我吧，好吗？我要是不接受呢？如果您不接受，那我……这不是准备的挺充分的吗？就让我看看你最无耻的一面吧。这……不用装了，这些东西不是你在这屋子里提前准备的吗？这个……怎么，刚刚说的那么好听，现在不愿意了？不是，我愿意。如果我戴上这个，就可以到威廉后面看一看您的长相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要想清楚，戴上了以后，看见了我，会更加让你生不如死。好，我愿意。慢着！神王大人，您究竟要我怎样？你出去！神王大人，果然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看来，只有让您此生难忘，才能得到您的心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来了。神王大人，我想成为您的女人，求您在这里要了我吧。真是没想到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们刘家濒临破产，那时候你心地善良，毫无心机。现在，神王大人，我就知道你一直在暗中关注我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只可惜，爷爷让我嫁给了我不喜欢的人。不过我已经跟那个废物离婚了，恢复了自由之身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您的妻子了。等我一会儿打开灯，我就要看清您的每一个毛孔，我会把你的脸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毒很不错，可惜对我没用。神王大人，让我看一眼好吗？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神王大人，神王大人，您别走！神王大人，为什么我柳思娜就对您那么没有吸引力吗？刘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神王大人，他还是拒绝了我。怎么可能？神王大人那么在乎你，咱们又做了这么多准备，他不可能拒绝您啊！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把尊严都放到了脚底下，他还是拒绝了我。没有了神王大人的帮衬，我们柳家以后怎么办呀？刘总，你别哭了，都怪一秋那个窝囊废，夺走了你的第一次，所以才让你被神王大人嫌弃。这个该死的白眼狼，您救了他的命，白白养了他3年，他现在反倒要害了咱们整个柳家，真是个其术不如的东西。别跟我提这个废物，我现在想到他，我就觉得恶心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如果没有神王大人的帮助，
那咱们柳家不就完了？张家那种庞然大物，真想绝咱们柳家的生路，那可是弹指之间的事儿啊！本来事情已经毫无回旋之地，可是这一次，连老天爷也要帮我。一秋，你又来我家干嘛呀？我来还钥匙，顺便把我的衣服拿走。反正这地儿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等一下，行李箱让我检查一下。为什么？你在我家习惯了吃白食了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偷拿我家贵重的东西？就这家里的破烂，送我都不要，让开！你在我家白吃白喝了3年，现在说我家都是破烂了？我看我家只有一个破烂，那就是你！赶紧把你的垃圾箱打开，给我检查一下。看来在不语茶社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不长记性是吗？姐，你看他在不语茶社就拿茶水泼我的脸，现在还想欺负我。一秋，你的行李箱我可以不打开检查，但是你打我妹妹跟我妹夫就是你的不对。你今天必须给我妹妹道歉，道完歉以后赶紧走，我多一眼都不想看到你。我若是不道歉呢？一秋，你在我柳家还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我没资格，你也不看看你这副皮囊之下是何等的卑微低贱。我柳思娜行得端坐得正，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始终表里如一，里外都那么龌龊不堪吗？你说的对，我里外都龌龊不堪，所以我就是不道歉。你学市井耍无赖是吧？你动手打我妹妹，就是你的不对，你道不道歉？我给他道歉，他不配。另外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哎，你这么心虚，绝对偷拿了我家的东西吧？屁股都摔成2半了！姐，你看他欺负我！一秋，你除了会欺负女人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还会吃女人的软饭，在我这吃完了，又吃上了张家的软饭。随便你怎么想吧，反正在你眼里，我一直都是这么不堪。你能不能别总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以为你大闹神王阁，搅乱了我的生日宴，你就可以很得意了？一秋，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会吃女人软饭的窝囊废。姐，你意思是说他在离婚前就勾搭上张欣然那个贱女人了？没错。一秋，我真是高看你了，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人。我姐辛苦赚钱养家，让你白吃白喝3年，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扰乱我姐的生日宴，还在离婚之前勾搭别的贱女人，惹怒我的姐夫神王白眼狼。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我看白眼狼的是你们吧？如果不是我这3年来的悉心照顾，你们姐妹俩能活得这么舒坦吗？你那一贫如洗的真心，一事无成的温柔，对我来说有意义吗？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真正的了解过我吗？所以你想要，还是只有钱跟地位？废话，没有钱、权、地位的人，那就是你这样的窝囊废吗？不像神王大人身居世界高位，睥睨天下。哎，你这样的人呢，穷尽一生，连他的脚后跟都摸不到。站好，一会儿我要去会见神王大人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好好给神王大人跪地磕头道歉，承认你今天大闹神王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正好让你也看看我柳思娜中意的男人跟你之间差距有多大。您让我给神王下跪道歉？你笑什么？你不会以为你傍上了龙城张家的大腿，就可以连神王都不放在眼里了吧？一秋，别不知天高地厚了。3年前神王巅峰之战，率龙师伐5国，大夏边境东扩26000里，威震9州。国主亲自掌管神王殿，堪称1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我姐让你给神王大人磕头，那是给你的恩赐，你呀，别不知好歹了。我不需要你姐给的恩赐，我无福消受。不过也是，
你是怕见到神王大人相形见绌？哎，你连神王大人的一根毛都比不上，哼，你还想跟神王大人相比？哎，那真是侮辱神王了。我的身份还不需要你们来评判，你们还不够格。你什么身份呀？吃软饭的身份吗？你这么理所应当的样子，我真不知道该夸你无耻啊，还是夸你厚脸皮呀？我看到底是谁不要脸。哼，你个贱女人怎么来了？我来接我未婚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来接我未婚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这么半天呀？我都想你了。被人胡搅蛮缠，耽误了一下。你说谁胡搅蛮缠呢？一秋，当着我姐的面都敢跟这种不三不四的野女人勾搭在一起，你们可真是不要脸呐！上次你对我未婚夫不敬，我已经放过你，这次你又敢对我的未婚夫以下犯上，口无遮拦，你再敢多说一句，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姐，他也敢打我！张小姐，我本来以为你是大家闺秀，会很有素质，没想到你跟这个窝囊废一样，真是一丘之貉。哼，对付无赖，只能用无赖的方式。一秋，我们走吧。姐，这个贱女人是谁呀？这么嚣张！她就是龙城张家的大小姐，张欣然。她就是龙城张家的大小姐，怎么眼光这么差，看上一秋那个废物？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去见神王大人。可是神王大人已经被一秋给惹怒了，他还会见你吗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定会见我的。喂，神王大人，我想见您。我说过了，之前见面就是最后一次。是我哪里让您不满意了？您总要给我个理由吧。没有理由。可是您的神王令落在我这里了，我还得还给您。我会在教堂等您。好，先送我去教堂吧。教堂？去拿回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好。后面那辆车是在监视我吗？不用管他，一个神经病。这个臭小子敢跟老子抢女人，找死！神王大人，您来了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面前用那些手段。令牌给我。神王大人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已经足够好了。你要是对我哪里不满意，您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只是来拿回我的东西。好，如果您想要这个令牌的话，那就务必要让我成为您的女人。此时此刻，在此地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神王大人，我不是威胁您，这是等价交换。这个令牌对您来说很重要吧？有了这个令牌，就可以号令天下，让我成为您的女人，你也不亏啊。你还真是让我越来越失望。神王大人，我不想让您失望。您如果不能答应我的要求，那对不起，这个令牌我不能还给您。如果您非得要，那就来我衣服里拿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令牌我不要也罢。没有这区区令牌，我一样可以号令天下。我一样可以号令天下。神王大人，神王大人，您别走！我不是要威胁您，我是崇拜您，我就想成为您的女人，我有什么错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就这么讨厌我呢？神王大人，我到底做错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可以改啊！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连神王令都不要了，也不肯帮我一下？
求，神王大人他还是不肯接受我啊！那怎么办呀？那我们柳家不是没救了吗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过几天就是张家老太君的寿宴，我可以去祝寿。我到时候求他原谅柳家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走吧，还要回龙城给老太君祝寿呢。走吧。那是神王令，能得到神王令的女人，难道她就是神王的夫人？属下唐俊见过神王夫人。属下唐俊见过神王夫人。你是？神王夫人，您不要怕，属下唐俊是龙城唐家的大公子，也是神王殿的8大提司之一，所以才一眼认出了您手中的神王令。能得到神王赏赐神王令，您必是神王夫人无疑了。没错，我就是神王的女人柳丝娜。不过神王还没有昭告天下，你莫要声张，起来吧。谢柳小姐。关于龙城张家老太君的寿宴，你了解多少？龙城张家在世人看来是高不可攀的名门巨族，但在我唐家看来不算什么，毕竟我是神王殿提司，量他再大的家族也不敢不给我神王殿面子。至于张家老太君，他老人家爱喝酒，这龙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那给他的寿宴就准备些名贵的好酒。刘小姐，您若要好酒，我那儿就有神王殿窖藏的100年精酿，那些都是堪称国酒的无价之宝，我可献于柳小姐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能为神王夫人效力是属下的荣幸，还请神王夫人在神王面前多为属下美言几句。你放心，神王最宠幸我了，我的话他一定会听。一秋，张家寿宴上，我会让你进一步认清，哪怕是你抱了张小姐的大腿，跟我之间的差距也是天差地别。放心吧，奶奶的寿礼我带了。我担心的不是寿礼，我是担心我家人会为难你。放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你什么人啊？我奶奶的寿宴应该没邀请过你这号人吧？他叫易秋，是我的丈夫，就是张家的姑爷。我说赵欣然，你脑子坏了吗？放着神王殿提司唐家的少爷你不嫁，要嫁这么个没听说过的废物？没听说过，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。而且我跟欣然的婚约是欣然母亲定下的，不需要你这种阿猫阿狗听说过。你，我们走吧。孙女张欣然携孙女婿易秋，祝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张欣然，你可知罪？奶奶何出此言？欣然，不是二叔说你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竟然敢无视你奶奶和唐家定下的婚约，还随便带这么个野男人回来！你是不把你奶奶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唐家放在眼里啊？荒唐！世家大族的婚姻大事，岂是你个黄毛丫头能做主的？而且，我这张家的寿宴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？张欣然，还不快把这个野男人给我赶出去！奶奶，婚姻大事我自然做不了主，但是我跟易秋的婚事，那是我母亲在当年定下的娃娃亲，父母之命，当女儿的自然不敢违背。易秋是张家女婿，他为何不能参加张家寿宴？好，我问你，为何偷拿家中重宝送给这个野男人，还害得家里失去了南疆在柳氏地产中20%的财富？我让你管理张家产业，你就是这么管的？这么点小钱也需要老太君挂齿，为没钱的老太君有点太小气了吧？一点小钱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
我看你这身乞丐的装扮，应该连100块钱都不到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姐损失的是一点小钱呢？张强，你还没有资格评价一秋，还不退下！我张强没资格评论他，那他有资格了吧？哎呦喂，唐少爷，您作为神王殿提司，能亲临我母亲的寿宴，真是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呀！哈哈，唐少，您上座。唐少，这位是老太君，你也知道，靠着我神王殿提司的身份，我唐家才一步登天，成为这龙城顶流。而我身边的这位柳丝娜小姐，更是比我提司的身份更为尊贵。至于是何等身份，那是神王殿的1等机密，你们也不要打听，不然泄露了风声，你们张家可承受不起。是，唐少说的是。既然如此，柳小姐请上座。是，柳小姐，您请上座。老太君，您客气了。我今天专程来呀，是专门来给您祝寿的，祝您吉祥如意，富贵安康。能得神王殿祝寿，真是折煞老朽了。老太君，我跟柳小姐是代表神王殿贺寿，给足了你张家面子。只是你们张家什么意思啊？让欣然带回这么一个男人来，是戏耍我唐家，还是要戏耍神王殿？唐少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那都是张欣然自作主张的事儿。您放心，不管这个男人身份如何，我张家都不会认他的。柳丝娜小姐，刚才听唐少的意思，您知道我姐带回来的这个野男人的底细？我当然知道，他就是一个不识大体、睚眦必报、只会吃女人软饭的窝囊废。六小姐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女儿的夫婿啊？就凭我是他的前妻，这点够了吗？六小姐，那您的这个前夫到底做过什么事儿啊？他所做之事可真是罄竹难书。老太君，当初我柳家救了他，让他白吃白喝3年，可是没想到就在昨日，神王大人为我办的生日宴上，他大闹神王阁，打碎神王礼，为的就是让神王大人迁怒于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想把他胡闹之事栽赃到老太君您张家的头上。张家的诸位评评理，我说他不识大体，睚眦必报，是个窝囊废，有哪一句说错了？好啊，我就说你是个废物，没想到你不只是个废物，还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大哥，这就是你女儿找的好女婿啊！放着功成名就的唐少爷不要，偏偏找一个废物不如的东西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触怒神王，敢栽赃我张家！来人，把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欣然，你要干什么？首先，一秋从来没有想过栽赃我们张家，是我主动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的。其次，我跟一秋已经行完周公之礼了，我不可能再嫁给别的男人，你就死了让我嫁给唐军的心吧。妈，欣然说的也没错，她现在已经是一秋的女人了，也不能改嫁唐家。今天是您的寿宴，您可别气坏了身体。妈，您坐。你们2个也入座吧。老太君，听闻您好饮酒，我今日啊特地带了神王殿的100年精酿给您祝寿。神王殿的100年精酿，那可是参加国宴才能喝到的国酒啊，堪称无价之宝。在龙城，除了顶级权势的寥寥几人，根本无人能喝到这100年精酿啊！老太君，我们神王殿的礼贵重的可不光是这酒盅里的100年精酿，就连这每一个酒盅，那都是价值100万的钧窑红斑钟。请诸位品尝。哎呀，这神王殿的100年精酿果然非同一般啊！这酒香醇厚，回味无穷啊！哎呀，真不愧是国酒，这辈子能喝上这么一盅，真是死而无憾啦！
这位易先生，你一辈子能用上这君瑶红斑中喝上这么一口神王殿的百年精酿，是你莫大的荣幸。你为何不喝？你错了，这酒我喝它是他的荣幸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易秋，没想到啊，你到了龙城张家，还是这样满口大话的吹牛，我真是替张千金感到丢人。张欣然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你奶奶的寿宴，你竟然带一个不识礼数的小子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！你带他来，是诚心给我们张家丢脸的。要说丢脸的是你才对，喝了一口马尿，还奉若至宝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这酒盅里装的根本就不是百年精酿，而是人工勾兑的假酒。说它是马尿，都是抬举他。好像真是假的。是啊，他不提倒没什么，这么一说，好像味道真有些不对。呸！哎呀，现在一尝，感觉还不如我家10块钱的酒啊！易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害我丢一次人不够，你还想害我第2次吗？是你自作多情了，我从来没想过害人，我说的只是实话而已。好一句实话实说呀，一个只会说大话的穷小子。哎，你知道神王殿是怎样的存在吗？你见过神王殿的百年精酿长什么样吗？竟敢口出狂言说柳小姐的酒是假的！哎，你一个连寿礼都没带的废物，你凭什么说人家的寿礼是假的？谁说我没带寿礼？哎，我说，你这是拿了个什么垃圾呀？该不会是在两元店买来的吧？嘿呦，哎呀，这个瓶子好像是宋代官窑的天青色瓷瓶，这可是价值上千万的瓷器啊！大伯，你别看他跟我姐关系好，你就偏向着他说话。就这么个穷逼，怎么可能拿得出价值千万的瓷器？是啊，哎，如果他能拿出价值千万的瓷瓶来，让我跪下喊他叫爸都行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拿来我看看。小子，老太君可是玩了一辈子的古董，就你这垃圾破烂货，老太君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哼，哎，你看看。雨过天晴云破处，千峰碧波天青来。这是宋代的官窑瓷器呀，这该怎么办啊？这是假的。假的？一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戏耍老太君！我看你得找死！啊！哇，好香的酒香啊！我从未闻过如此浓郁的酒香。哎，这里面装的是酒，一秋，你这装的是什么酒？不过是装了点神王殿的百年精酿罢了。可惜有人有眼无珠，砸了这等好酒。什么？这里才是真正的神王殿百年精酿！哎呦，这酒香比刚才柳丝娜小姐的酒可香太多了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精酿，这酒香莫说是喝上一口，就是闻这么一闻，都令人神清气爽啊！难怪他敢说之前柳小姐的酒是假酒。这真的神王殿的酒啊，可太香了！大家别被他的手段给骗了。他说他这破烂里装的是真正的百年精酿，嘿，真是假的可笑啊！哼，大少，可这酒的确很香啊。他这酒不过是添加了香料而已。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神王殿的百年精酿是用万年菩提树的菩提子所酿，而那菩提树早就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了，可用来酿酒的菩提子也是极少，这就导致了神王殿的百年精酿每年的产量极少，一年产量也就只有2两，哪怕柳小姐在神王殿位高权重，也只能一人赏赐1盅。她这瓶里可足足有1斤之多，她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哪能得到整整1斤的百年精酿呢？在我面前，
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玉秋，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你这满口大话的毛病？这里是张家，你在这里口出狂言，丢的可是张家的人。没错，我也是真的失望。这龙城第一美人的张欣然的眼光，居然就挑了这么一个满嘴大话的废物当男人，还妄想自己能喝到神王殿的百年精酿。哎呦，哎，你就那么确定没人能拿到那么多百年精酿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有些人天生只能遵守规则，而有些人呢，天生就能制定规则。这制定规则的人，自然就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。虽说百年精酿产量低，但依旧有人可以大量的享用。不过，也就只有大国首脑，或者立于世界权力之间的寥寥数人才可以享用。而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享用如此大量的百年精酿？你怎么这么确定我不是那立于世界权力之巅的几人之一呢？住口！这种话你都敢说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那么请问，你是想冒充大夏三大家族的哪家公子呢？不过好可惜呀，这三大家族好像并没有姓易的。还是说，你要说自己是执掌神王殿的神王呢？算你有点智商。没错，我就是执掌天下权柄的大夏神王。我就是执掌天下权柄的大夏神王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是大夏神王。就他如果是大夏神王的话，那我这就是世界之王了。世界之王。玉秋，之前在南疆，你再胡闹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可这里是龙城神王殿的脚下，你竟然如此污蔑神王的名号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不错，龙城皆知，3年前神王大人惊天一战，拓展疆土26000里之后，就一直在神王殿休养生息，3年都不曾露面。你说你是神王，嘿，你真当这儿的人都是傻子吗？啊？没错，在我看来，这里除了我跟欣然，其他的都是傻子。太过分了！神王大人，那可是大夏国的镇国柱石，国之重器，你连神王大人都敢冒充，真是嫌命长了。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手脚，赶出张家！慢着！哎，你不是一直好奇我为什么可以拿到神王殿的百年精酿吗？在你被赶出去之前呀，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。大家都知道，神王大人3年前惊天一战之后，神王殿右护法为国捐躯，时至今日，右护法的职位一直空缺。而我因为得到神王大人的赏识，即将被神王大人宣布升任为神王殿右护法。这百年精酿就是神王大人赏赐给我的，以示祝贺。难怪唐家在龙城如日中天，背后竟然有神王大人亲手扶持。是啊，神王大人年富力强，如今又即将升任唐少担任右护法，那唐家未来前程之远，可谓是难以预料啊。这张家也一步登天了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张家大小姐马上嫁给唐少了，唐家腾飞，这张家也不一起腾飞啦。欣然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只有唐少才是你的良配。张唐两家联姻乃是天作之合，现在你知道自己选错人了吧？还不赶紧跟这个废物断绝关系，给唐少赔礼道歉！哇，真是搞笑！你笑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被我的话给吓傻了吧？我怎么不记得我服侍过什么唐家，更不记得封你为什么右护法呀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唐少，这神王殿的正主都在这儿，你还敢嘴硬？回头神王大人追究起来，岂不是连累我张家？
你赶紧给唐少跪下，磕头赔罪。让我给他下跪，他承受不起。放肆！唐少可是即将升任为神王殿右护法，地位仅次于神王殿的至高存在，有什么承受不起你的一跪啊？我看这小子精神都不好，已经开始胡言乱语。欣然，你看你带回的这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？满口谎言，胡言乱语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还真当我们张家好欺负的。来人！奶奶，今天的事情不怪一秋，是我非要带他来的。既然这样的废物你也护着他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样的话，你奶奶怎么放心把张家的产业交给你来管理啊？欣然，相信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好。一秋，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但是你说你是神王大人，这真的太离谱了。欣然，你今日护不住他，他今日不识礼数，不懂尊卑，连神王都敢冒充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张家吗？奶奶，我求你放过一秋，如果你们放了他，我就答应嫁给唐俊。如果你们放了他，我就答应嫁给唐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愿意嫁给唐俊。你没事吧？张欣然，你真是不识好歹。唐少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能轮得到你说愿意不愿意吗？哎，老太君，倒也没那么严重。毕竟欣然是龙城第一美人，她愿意嫁给我，我还是愿意娶的。是，唐少说的是。欣然，还不赶紧谢谢唐少？谢就不必了。看在欣然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责怪张家。但是这个小子区区一条丧家之犬，也敢妄自揣度我唐家的身份，更是敢冒充神王。我今天若是不严惩他，岂不丢了我神王殿右护法的尊严？唐少说的是该好好收拾这个小子了，马上打断他的四肢，扔出去，也是为了维护神王殿的尊严。早就该这样了，让他知道我们张家不是他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一秋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吗？当初你在我的生日宴上胡闹，张千金可以救你，可如今你惹得了张家的众怒，还得罪了神王殿，我看这次谁还能救你？当初我可以救他，现在我依然可以救他，所以从始至终你就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是吗？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救。好，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一秋，我原本只是不想成为豪门联姻的筹码，才把你拉进来，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如果你受到伤害，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，我一定不能让你受到伤害，所以我逼不得已要嫁给唐俊。张欣然，能嫁入我唐家是你的荣幸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没错，张欣然，你今日同意要嫁给唐少，不同意也要嫁给唐少。天下之道，只要你不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逼你做。哼，哎呀，就有些人啊，死到临头了还满嘴跑火车，放空话。今天是张老太君的寿宴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给唐少磕头道歉，道完歉赶紧走。这种层次的豪门世家的事儿，可不是你能参与的。柳小姐说的不错，这里是龙城，可不是南疆。只要你磕头道歉能让我满意，然后再滚着离开这寿宴厅，我还是可以求神王大人网开一面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凭你也配？张小姐，你这回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跟一秋离婚了吧？他自从跟我在一起以后啊，就一直是满口大话，一无是处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。我想张小姐，你应该也后悔跟他在一起了吧？我不后悔，我不管你们怎么评价他，一秋永远都是我最中意的夫君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心胸狭隘，
我跟熙然的婚约是熙然母亲跟我母亲定下，是张家毁约在先。之后要是唐家横插一杠，凭什么要我下跪道歉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唐家给我下跪道歉认错，然后滚出张家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；否则龙城唐家除名。我真好奇啊，你在来之前到底喝了多少假酒啊？也敢狂言让我唐家在龙城除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弈秋，男人要有骨气，你不如唐少就是不如唐少。唐少取得了神王的信任，获得百年佳酿这样的珍贵宝酒，那说明唐家被神王信赖，权势难挡。可不是你这种软饭男能斗得过的。你错了，柳思娜，我的人生信条是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他唐家算什么东西？你好，就算唐家不算什么，你打着神王殿百年精酿的名义送假酒，还冒充神王大人，难道你眼里连神王都不算什么吗？你又错，送假酒的是他唐家，不识好歹的也是他唐家。你一个吃女人软饭的废物，嘴倒是挺硬哈。一，你没有权利；二，你没有财富；三，你更是没有地位。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，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啊！权力、财富、地位，在我面前皆是虚妄。天上地下唯我尊，我自己就是最大的底气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一条被柳小姐扫地出门的丧家犬，有什么资本说自己就是底气？你吹得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没有神王赏赐的百年精酿这样的世界珍品呢？就是啊，唐少贵为神王殿提司，即将成为神王殿右护法，才得到神王赏赐了百年精酿。你既然这么有底气，那也整点真正的百年精酿让我们尝尝啊！就是嘛，百年精酿对你们来说是世间珍品，无比珍贵，可是对我来说不过是消遣玩物罢了。我若想要，唾手可得。张欣然，你看你带回个什么东西？张嘴闭嘴就说着不知所谓的废话，我这张老脸都让他丢尽了。你自己去柴房闭门思过，追这个满嘴喷粪的废物，给我割了他的舌头，打断四肢，扔出张家！哎，老太君，不要着急。既然这个废物说这百年精酿他唾手可得，那就给他个机会，让他拿点百年精酿过来试试。唐少说的是，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办。怎么样？您这样的大人物，拿点百年精酿没难度吧？那是自然。左护法，5分钟之内带2箱百年精酿送到龙城张家。左护法，5分钟之内送2箱百年精酿到龙城张家。哎，我真的佩服你的演技啊！还让左护法给你送东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你可知左护法是何等样的存在？妈，这个穷小子他哪知道左护法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神王殿左右护法那可是神王大人的左膀右臂呀，就连国主都无权调遣他们，就仅凭你，还让左护法给你送东西？切！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闭着眼睛在大街上随便找男人结婚，也比这个只会说谎的废物强吧？嘿，刘思娜小姐，您不愧是神王殿的高贵人物，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废物的本质。您跟他离婚算是对了。没错，他一向如此不识大体，狂妄自大。且不说你连面见左护法的资格都没有，这百年精酿1年的产量也就只有2两，你张嘴就要数10年产量的百年精酿，哎，你真拿自己当神王大人了？要我说呀，他连吹牛都不会吹了。2整箱的百年精酿，你以为神王殿是批发市场呢？算了，本少爷呀，现在也不想跟你玩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哎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把这个废物给我赶出去！
完了，这下这小子完了。是啊，在老太君的寿宴上胡乱吹牛，招惹神王，这张家怎么能轻饶他？一秋，你赶快逃走吧，不然他们真的会把你活活打死的。我在前面拦着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反了！竟然敢在我张家动手！是你先动的手。一秋，你赶快逃走，不要再把事情闹大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就算要走，我们也要堂堂正正的走。站住！打伤我张家的人，还敢堂堂正正的走？当我张家是好欺负的吗？把护卫全都给我叫来，把这个大胆狂徒给我就地正法！左护法到！竟然真是神王殿左护法！奶奶，没想到您这么有面子，就连仅屈尊于神王大人的左护法都来亲自给您贺寿了。这张家祖坟冒青烟了不成？竟然连神王殿左护法都来贺寿。先是神王殿提司唐少提亲，还带了神王殿更高层的柳丝娜小姐，如今更是连左护法都亲自来了。这张家得神王殿如此看重，我看呐，再续50年荣光也不成问题啊。事先不知左护法大人降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左护法大人恕罪。什么？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张家的实力跟人脉。在我们张家动手，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左护法，您能亲领我们张家给我奶奶祝寿，这是我们张家的荣幸啊！来人呐，给左护法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来给你奶奶贺寿的？你们张家也配？这不是为我贺寿而来的。这左护法不是来给张老太君贺寿的？老太君，恕我直言，你们张家权势虽然不小，但是还不足以惊动左护法大人。能让左护法大人前来的只有我啊！原来如此，毕竟唐少马上升任右护法了，自然会得到神王殿的器重。没想到唐家竟然在不声不响中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，连左护法都给面子亲自前来啊！嘿嘿，还是唐少前途无量，将来我表姐嫁给唐家，那是我们张家的荣幸啊！日后还要多多关照小弟。放心，就是你这个死丫头。唐家如今如日中天，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。回头给你选个黄道吉日，早日嫁入唐家。要是再敢乱找男人，惹出祸患，小心老婆子我不念血脉亲情。如今左护法亲临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哎，属下神王殿提司唐俊见过左护法。今日那小子在张家老太君的寿宴上大放厥词，还败坏您的名声，敢爆出神王大人，属下恳请左护法拘捕此人，将此人千刀万剐，斩首示众，以正神王大人之威。要拘捕他？哎，不错，此人狂妄之极，不识抬举，在场的诸位都可以作证。不错，我们都听到了，就是他冒充神王大人。唐少所言极是，如此冒犯神王还不处置，这神王殿尊严何在啊？左护法大人，请您息怒，神王大人为民盖世，你救他十分仰慕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吹嘘一番，千万不能作数啊！左护法大人，如果您要惩罚一秋的话，我愿意替他顶罪。哎，张欣然，你可知神王大人是何等威名？岂是这种小小之徒可以随意冒犯呢？你一句不作数，就这么算了？是啊，我们一眼就识破他的谎言，他还坚称自己是神王大人本尊。左护法大人到了，他都不敢承认了。哼，左护法大人亲临，你还敢维护这个废物？依我看来，千刀万剐那都是轻的。左护法大人，如果你一定要处罚一秋，我愿意代他顶罪。我大夏法律森严，何来可以顶罪一说？若人人犯罪了都找他人顶罪，那我大夏律法何来的威严？嘿嘿，左护法大人，还请您务必秉公执法。我当然会秉公执法。来人，拿下！不行不行，一秋，不是，左护法，您抓错人了，他呀，左护法，侮辱神王大人的是那边的一秋，可不是唐少啊！你在教我做事？本护法抓的就是他，冒用神王的名号，制造假百年精酿，败坏神王殿的名声。唐家既客气，
龙城除名。左护法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尽量饶了我吧！你，原来唐少拿来的酒才是假的百年精酿。难怪左护法亲自前来，原来是捉拿唐少的。哼，这唐俊胆子可不小，身为神王殿的提司，竟然还敢造假百年精酿售卖。什么？你竟敢送我假酒？左护法，我错了，小人只是一时利欲熏心，才犯下这样的错误，求您再给我次机会吧。机会？你没有机会，带走。等一下，那小子他也冒用了神王的名号，他也带来了假酒，你为什么不惩罚他？哈！属下参见神王大人。属下参见神王大人。起来吧。这不可能！他竟然真的是神王大人！可是柳丝那小姐明明言之凿凿的说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呀！莫非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他带来的那瓶也真的是神王殿的百年精酿，而他也真的是神王大人。这真的是神王大人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说过，在我面前，唐家什么都不是。带下去。是。不可能，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可能是神王？神王大人，我本想向国主大人索要2箱百年精酿，可国主听闻是您需要的百年精酿，立刻下令送来2箱千年精酿。这可是连国主都舍不得喝的绝品精酿。替我谢谢国主。国主大人特地交代，神王大人功盖千秋，泽照万代，只要神王大人有需要，纵然是举国之力供养，也不为过。国主谬赞了，老太君不是要打断我的4肢，给我扔出去吗？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。是啊，先前都是我们张家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有认出您是神王。欣然，你也是的，神王大人的身份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是想给我们个惊喜啊！我宣布，你母亲定下的婚约即刻生效。这神王大人就是我们张家的好女婿。是姐夫，我一早就看出你是人中龙凤，都怪唐俊那个废物，他拼命的抹黑你，这才把我带歪了。你比他强10000倍。是啊，刚才也是我老眼昏花了，我就说嘛，我大嫂还能给欣然找一个太差的婚约。现在知道我定的女婿好了，先前干嘛去了？某些人势利眼的嘴也太明显。哎呀，你看咱们家寻得如此良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哪有什么嘴脸啊？你看咱们欣然多么优秀，多么幸福啊！得到神王殿赏赐了这么多千年精酿，这些酒不是老太君看不上吗？那不如就送去前线，去犒劳前线的士兵们。全部撤走。遵命，属下定会亲自办好这个差事。我们走。这怎么还拿走了呢？哎呀，神王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就别生气了。欣然，奶奶的好孙女，你快劝劝神王大人呐，把这些千年精酿都留下来吧。这么好的酒都送到兵营去，那不是糟蹋东西吗？奶奶，前线士兵辛苦作战，守卫边疆，怎么能叫做糟践东西了？再说了，一秋早给您献上了精酿，是您不要的，还纵容张强摔碎了百年精酿。您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可是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神王大人呐。欣然，不知者无罪，对不对？你就原谅二叔这一次吧。欣然，我说过了，我们要离开也是堂堂正正的离开。走吧。神王大人，他不是神王，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他不是神王，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什么？不是神王？一秋，你还真是会装啊，居然骗过了这么多人。柳丝娜，到现在了你还不信我？你浑身上下有值得我相信的地方吗？
我敢100%的肯定，你不是神王。柳小姐，左护法大人都参拜了神王，你有什么证据说他不是神王啊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就是神王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神王的女人？没错，我就是神王唯一宠幸过的女人。你们觉得左护法不可能骗人，难不成作为神王夫人的我就可能骗人了吗？柳小姐，你这空口无凭的，怎么证明您是神王夫人呀？我既然敢说，自然就有证据。神王令在此，见神王令，如神王亲临。这真是神王令，这真是神王夫人。怪不得之前唐少说他的身份绝对机密。他竟然真是神王夫人！参见神王夫人！参见神王夫人！都起来吧。一秋，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，见神王令竟敢不跪！果然人都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柳丝娜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最厌我冒充神王，如今你还冒充神王夫人呢？你配吗？我不配，怕是就没有人能配得上神王了吧？倒是你，串通左护法一起行骗，我若是把这件事情告诉神王，怕是神王一怒，连左护法下场也会十分凄惨吧？你还真是越来越让我感到恶心了。这句话应该我跟你说才对。张家卫队，把一秋和张欣然这2个人都给我拿下！见神王令，谁敢不从？我看谁敢！见神王令，谁敢不从？我看谁敢！一秋，你还装什么装？神王夫人都说了，你不是真的神王，还敢假冒？没错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敢串通左护法一同行骗，你的骗术也太高超了吧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执行神王夫人的命令，动手啊！神王令在此，你们一敢不听吗？柳丝娜，用神王令下令，你还不配！我是神王夫人，我为何不能用？分明是你捡的令牌，还敢冒充神王夫人！捡的令牌怎么回事？胡说八道！这分明是神王赏赐给我的。神王令乃神王殿代代相传的至宝，唯有每一任神王才可对神王令滴血认主，神王令也只会听从神王的召唤。召唤神王令，他果然是真正的神王，而这个柳丝娜才是彻头彻尾的骗子！骗子！还真是他，一直冒充神王夫人的身份。你真的是神王？原来这3年来，你一直都在我身边。你真的是神王？原来这3年来，你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是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在教堂的人是你，在居酒屋的人也是你。是。难怪我每次在教堂看到你的身影，都会觉得那么熟悉。难怪高高在上的神王大人会帮助我一个即将面临破产的女人。难怪传闻神王会神秘消失3年，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就是神王大人？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你要是直接告诉我，我又怎么会说那些伤你的话？你要直接告诉我，我又怎么会看不起你？你为什么？我早就告诉你，是你不信，而且现在你也配不上我。我配不上你，那谁配得上你？欣然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我愿意。好啊，
恭送神王大人。一秋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错了，一秋，我有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你，一秋。那我现在该叫你一秋还是神王大人？叫老公。